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塞恩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推荐。然后可以看到他也是有做新装备，像璀璨回响和那个叫什么日炎啊，你看情况了。对面 AD 英雄你就做日炎，如果 AP 上单的话你就做璀璨，先克制对方嘛。这两个装备效果差不多，几乎一样，都是为了更好的推线，然后在团战中是吧，打更多的伤害出来。然后璀璨搭配那个可血战斧，如果你前期能拿到优势，这样子的话，龙环的优势是很大的，有可血的回复，然后有那个日炎璀璨的这种持续伤害。然后第二件，先做个小反甲，这是关键。你要打团给团队效果的话，小反甲一定要给队友一个重伤。然后就是做那个无中恨意，每隔4秒对附近的敌人造成自身3%的那个最大生命值伤害，并治疗相当于250已造成的生命值伤害，生命值，这个就很变态了。待会你们可以看到2件套以后啊，这个塞恩这英雄，然后他自己又有被动，再加上不灭，这个生命值其实完全够了，没必要再做那个星之刚拖节奏。星之刚啊，在这个版本可能要成为过去式了。这里的话就保持好状态，不要被越，做个水银，对面铁男就没伤害了。一个 Q， 哎，又被打断，没事 ，W 就抓他就行。哇，对面还不给吃兵线，那就直接杀了他，有点生气了都。有2个兵没吃到的，因为被关进去的话是吃不了这个经验和小兵的。这里的话，潘森先来了，直接开大招。先打这个铁男呀，哎，但是阿罗拉伤害打出来了，可以，因为他杀死小兵的话，才能叠那个5成的那个被动啊，就5点生命值。对面这么恶心呢，我就得告诉我队友是吧？让队友来帮我。反正核心就是前2件，然后第3件是一定要把大反甲给做出来。为什么？现在这个版本大反甲对那个射手，就是你血量越多，那个反弹的伤害就会越多嘛。所以这件装备现在就是挺克射手的，而且射手现在说实话，随着装备的一些调整啊、特效流啊那些回来以后，你还是得把这件给做出来，不然你射手都打不了。你想要克制射手，就要做大反甲。然后后面2件就看情况，如果对面法术伤害真的很爆炸，对吧？那你就可以做个自然之力啊。如果对面 AD 真的很强，你完全扛不住，就这种暴击流 AD， 对吧？那你就赶紧把那个多兰盾给做出来。反正就看情况出，标准出装就在左下角这一套。反正第1件就看情况，你看对面是 AD 上单还是 AP 上单。这里面大招跟那个，除非必要拿来开团啊，都是拿来回家出来赶路，补好状态。被关进去了，关进去的话，对面还杀了盲僧，一个闪现接 Q， 把人给留下。铁男还是，哎，有个点哈，铁男其实
很多英雄像上一期我录制的那个瑞兹啊什么那些都可以克制铁男，像鳄鱼也是挺好，前期能克制住铁男的。但是队友不行啊，队友遇到铁男，说实话，对于一个上单来说，就是因为上单的经济会，就是经验会获得更多嘛，等级优势啊那些，所以别人遇到铁男上单来说，所以你铁男去参团，你一定要去跟团啊，不能说铁男去了你就不去了，那队友真得炸呀。对面潘森有可能过来了，这样子不吃线，直接把兵线进塔以后，直接去吃塔皮，开个2技能给盾，不一定要炸出来，对面没 A 掉就炸出来就好了。哎，这里狂吃一种塔皮，还有这种好事，你知道多爽？而且还可以狂叠不灭，再 A 一下对方，哎，不灭 A 到手。再 A 一下不灭，但这波得送掉了。这小兵恐惧推塔，有一个镀层没吃到啊，有点小亏。但可以，虽然说被对面拿了个人头啊，但这波是不亏的。为什么呢？塔皮吃的那么多。这边一个塔皮没掉啊，对面塔皮都快掉光了，都快秃噜皮了。这里的话就看要不要上，对面要打，那就直接开车过来留人，留下来一个潘森。对面都来啊，把队友全杀了，还好，哇，4杀，对面 AD 爆杀了都，有璀璨，推线能力是真的挺强的，反正就做了日炎这种，因为他这个那个装备效果嘛，叫做献祭是吧？献祭小兵。还是说献祭自己的生命值？这个卢锡安是完全打不中塞恩这个英雄的。哎，你可以看到，2技能一开，1技能一推，大招直接1套秒，800金币啊！把所有的技能交给他都不亏的。不给他站出来的机会，把他的头摁在泥里面，让他永无出头之日。大反甲一做，是吧？更变态了。有个点啊，这个塞恩这个英雄，你别看他玩的这么爽啊，其实要有一定的熟练度。所以这个东西你们要得练一练，而且。塞恩你要玩好塞恩的话，意识得比较好一些。你意识不行的话就不太行。对面的卢锡安都分军1000了，说明是挺会玩的。这里的话没有后面是有敌人的，所以你不能直接追上去。那这里的话找这个潘森炸出来，可雪秒掉了一个 Q， 对面躲掉。这局大逆风可以说，这样的话被留下来了。可雪回一口，直接队友跟上伤害，全部起飞。这卡莎玩的不错，会跟伤害。吃到这个赏金，还能再吃一座赏金塔吗？不行了，潘森来了。潘森这样子上，那不是直接送了吗？哦，铁男在后面是吧？那继续发育就好了。看看能不能把上路这个赏金塔给收了。
可雪说实话，你后面发现玩着玩着，可雪是比那个石像鬼厉害多了。你那个生命值是可以一直存在的嘛？只要你打到2到3个人，那直接回2/5的血，我感觉。这把兔子那个中单会玩，所以问题不大。这里出来炸一下，可雪大招给出来撞死，可以，这牛头车开得不错。还是可以断定，就是这个版本就是核心就是以团战为主，不要去想着说你去带线什么的，想直接带赢那种是很比较极端。这里的话直接传送，中路的话有队友守，完全不虚。哦，潘森要来，留个 Q 给他敲起来，直接送他回家。完了，还行，打掉了，直接把盲僧给卖了。盲僧这个英雄啊，盲僧这个英雄的价值是吧？拿完龙了，这个英雄的价值就打野这个价值就没了，该卖得卖，因为不能掉，因为掉的话这个龙就得掉，所以不能给机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玩塞恩。这个英雄虽然简单啊，但他意识一定要到位。越是简单的英雄，意识越要到位。这里的话，赶紧开麦，塞恩能 C 位，这塞恩很强的，而且特别是这个版本，我觉得塞恩这英雄巨强。哎，对面拿了大龙，这里的话伤害是够的。这里吃个药，阿罗拉有爆发伤害的，回来一个 Q 给控制就好了。虽然说没蓝了，这潘森这个潘森还这样给技能，完了呀，直接跑，对面给引燃。派克打不动了，太肉了，主要是塞恩。这里的话，他应该是出错装备了，应该最终恨意得提早做的。12分钟4件套的塞恩啊，这里直接开车回家。分我点经济，这辅助。来啦！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呢？不行，还先守塔啊！这兔子这么早，这个卡莎这么盲僧啊，这样子送，下路塔没了都，待会儿必须得守家这一波。血量的话来到了5000多，再加盾的话能上6000的血量。哦，应该是4800、4900的血量，要开个护盾就5500，差不多了。这里隔墙 Q 晕到了，直接闪现接大招，继续发育，等大龙团就可以了。塞恩清兵线啊，是吧？越清到后面血量会越来越多，他的被动是吧？就是这么变态，已经给了1400的那个额外生命值了。
对面现在还不好抓，不好抓塞恩。完了，这瞎子被逮了，可以接团了。对面卖了个位置。这卡莎的话还在发育，小龙可以不要的，因为两边都拿了龙，龙魂是没有的。塞恩可以看到还是挺缺蓝的，像后期的那个群体 buff、群体蓝 buff 还是有必要的。像有塞恩开着2技能是吧？那么透的盾，完全可以去挤这个草。站着在那个塞恩后面站着打输出就这把就有了，很轻松的。别让潘森直接跑到后面就输出后排就可以，这样的话对面，哎，盲僧好踢，漂亮，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大龙了。完了呀，这盲僧又被逮了，还打字，我天，被人家逮住了。这抽象的盲僧，这也差点钱，必须得等盲僧复活了。这里必须得看大龙啊，必须得有人站在大龙附近。完了呀！哎，阿罗拉，一个 Q， 一个人扛4个，没事，扛得住。还能回血，这血蹭回，就是死不掉。漂亮。这里的话可以 TP 回来打大龙，把最后一件做出来，直接来龙康。有这个斗篷啊，斗篷的话，它在生命值低于35%的时候，会额外获得45%的那个生命值加成。这里直接扛着他推，对面完全打不动，直接拆甲就可以了。铁男没有大招的，你看这个可血瞬间回1000多血，可以，我们是冠军，这3人太变态了。就问你们看完以后想不想玩？那行，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